哎，大家伙儿早喽！12月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了。看我不知不觉跑到哪儿了？这个是大阪靠南一点的木津市场，离南波不远。这门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海鲜饭专卖店，那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还是每天卖完为止。你们看这些小伙伴们就是在这儿排队等着吃海鲜饭的。就这家。这刚几点？这刚5:52。他就每天卖完了就结束。我一次都没吃过。就我对排队吃饭这事儿，我没有那么大耐心。特别黑啊，咱一会儿再聊，给大家拍一下。我看这边都是进货的，杂货商，还有鱼商、肉商。看，今天天还冷起来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只有2度。我那么早就在那排队吃海鲜饭，可以。关键海鲜饭是凉的。哎，你们看这个，这不知道谁搁这儿的，这地铁口，小娃娃，能看见吗？嘿，有意思，可能昨天搁这儿的，还挺新的。这海鲜饭是凉的呀，早上起来吃。关键其实我之前这些年总来这边玩，也老吃，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就真的不会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也可能我不会吃，就不会说谁比谁真的新鲜那一点就能吃出来。哎，今天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每年冬天早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说那种闭口音，就是要撅嘴那种声音的时候，腮帮子冻得都有点反应不过来。昨天是个了不起的一天，昨天福冈马拉松，中国马拉松的记录又破了，看看什么时候能进207。昨天还有一场瓦伦西亚马拉松，冠军2:01，40多秒好像是，然后贝克勒第4名2:04，41岁了。还是挺可以的。不管是直播的时候还是评论区，好多小伙伴都问自己能跑多快，自己现在是什么训练水平，马拉松能跑多少。这个问题我一直都不太好回答。但是呢，我今天早晨做了个小功课，我突然一想，我给大家看看2019年年底我跑到3:02的时候，我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就各种训练我都贴屏幕上一张一张的。但是现在我看不见，我只能凭早上起来做的功课记忆跟大家说。第一张就是纽约马拉松3:02，而且我认为那一场我是有具备破3的能力的，只是因为这一年进步的太快了，心里没有准备好。一开始或者还有中间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拼，所以紧接着就是在到纽约以后和跑完马拉松之后的2次中央公园的跑步，大家也能看到，基本上就隔了1-2天，训练就也不能说训练吧，就是跑步，就感觉状态也还行。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有破3能力的时候，就我自己知道我有破3能力的时候。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前看2个月，我这2个月的各种训练，大家可以看看当时我的训练强度，就是每个月跑多少，还有速度。那时候其实每月跑的挺少的，你们看到的应该就是200公里左右，对吧？但是速度不慢。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算是
入门跑者，虽然已经跑了5年了，一个入门跑者的状态。就是我劝大家的，入门跑者最容易做到的办法，想办法把每次训练都跑得别太慢。你们看我那时候每次训练都比现在快，对吧？还能看到3分59的21公里。这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的训练状态。那时候我也跑间歇，我看了看，有一次是在这个间歇是在北工大的操场跑的，就是最远的一组好像是1.2公里，我记不清了。但是大家能看到，那个时候我全力以赴的跑间歇，能够跑到3分30多，就真的全力以赴了。但是体感跟现在的3分30多完全不一样，就是拼了命那种。之后再往前看，夏天的时候在新加坡的训练，那一年是纽约马拉松之前，我回北京待了1个月，之后从纽约跑完又回的北京，待了半个月，回在新加坡。可以看看夏天在新加坡那时候的训练，天气太热了哈。那时候你们看我早上起来最多就是8公里或者是9公里，一般都是5公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但是那时候配速就慢得多。所以我也觉得是不是那一年那么炎热的环境对训练提升就是提供了帮助，那是有可能的。之后再往前，就给大家看到2018年的柏林马拉松吧。这一张是2018年的柏林马拉松。你们看这一张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没有很严重的掉速了，就是慢，但是跑完真的挺累的。在柏林后来玩的那几天，走路都费劲。这就是这一年的区别，就是我周六直播的时候说的，我所谓的第2次入门。我老觉得马拉松有这第2次入门，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大家就可以看看我当时的训练表现，然后看看自己现在的训练表现。但是我那个训练表现持续了好长时间。我往前看，其实这几年我基本上都是5公里、8公里，最多10公里，配速呢也都是4分多钟。所以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积累吧。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第一，你的1公里或者1.2公里的间歇跑可以跑进3分40平均配速，可以跑这么多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们看我跑半马和10公里，我不知道10公里的截没截上，10公里可以跑进40分钟，5公里可以跑进20分钟。虽然看起来这2个速度不慢，跟全马破3比，但是对于业余跑者，我觉得全马破3可能还是需要有5公里进20的能力的。然后之后就是半马，4分配速以内的半马，这个能力我能达到，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因为全马跟半马真的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跑过的都懂。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还有一个目的是说，大家别着急，真的水到就渠成了。你就这么像我这么跑就破3了。
也有不会聊天的。那天看这些小伙伴发评论说，早上起来跑步碰见另外一个就是路遇跑友，对方问他每月跑多少啊？说每月跑200多，半马 PB 多少啊？多少多少？对方也是不会说话，说我要是每月跑这么多，我早就多少多少多少了。是有这个不太，我其实就不太会说话，但是我发现还有更不会说话的。马拉松是积累，你可能眼下大家都能跑到4分30的训练配速，但是我的马拉松可能要比人家慢1个小时，这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因为你们看柏林的时候，其实我的训练能力和纽约的时候差不太多。光看训练数据的话，谁都不会想到有45分钟的差距，对吧？昨天下午我来这儿跑了一圈，我说这个银杏叶怎么每天少这么多呢？全都是人跟那儿拍照、采叶子，然后这烘焙店那个队都排到店外了，店外排了好长。当然，昨天是周末啊，还有本地人在这儿拍婚纱照、结婚照。他们不是婚纱照，是穿他们的民族服饰，就像咱们穿中式拍结婚照一样。虽然这个烘焙店的队都排到这儿了。今天跑完这3天，差不多跑了将近80公里。这个月开始状态还行，但是我劝大家冬训加跑量的小伙伴们，这种情况下一定稳住。咱们不能说见好就收，就是稳住。有时候越是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期而遇的伤病，一定要稳住，好吗？那大家加油干啊！咱们训练后见。12月4号星期一清晨7点22，训练结束，第3个训练日。今天跑了21.7公里，平均配速依旧是轻松跑5分12，一共跑了1小时52分钟。你看一下今天这种高驰给我的训练表现就是正常97%，训练负荷较小，最快1公里4分17，大阪城的时候稍微加个加速，平均心率132，功率192。步频195，步幅99厘米。连着跑了2天，第一天是30公里，昨天早晨是半马，下午是8公里，将近8公里，今天是将近22公里，差不多就是3天80公里。明天是一个轻松跑，会稍微短一点。因为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我们还是第4个训练日回评论。但是呢，后天本来应该是休息日，是周3，是合练的日子，所以呢，明天轻松跑，后天去合练。但是后天的合练就像那次一样，就不会打破我冬训的节奏了，就跟大家一起能练到什么情况练到什么情况。还是我刚才说的，要注意不要就是冬训加量以后，尤其是天又冷，不要受伤。本田先生昨天又去参赛了，跑了2小时43，真不错。行吧，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努力冬训，春天就有好成绩了。咱们明天回评论回弹幕了，那明儿见，加油干！